美联储6月中宣布加息75个基准点，这是自1994年以来最大的单次加息力度。美国应对现在高涨的通货膨胀也是很无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相比之下，加拿大呢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央行已经从年初的 0.25% 的隔夜利率连续加息来到了 1.5%， 预计7月会跟随美国6月的脚步，再来一波 0.5% 到 0.75% 的加息。房地产贷款利率方面，大家从去年经常看到的 1.8% 左右的浮动利率，来到了现在比较普遍的 3.25%、3.3% 这样的浮动利率。在加息和高通胀的双重影响下，一方面我们投资的借贷成本不断上升，另一方面我们手中的钱夸夸缩水，购买力严重下降。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对于各个平台大家看衰房地产市场的言论， Norman 又作何感想呢？ Norman 自己的投资战术有什么调整？今天就来跟大家逐一聊一聊这几个话题。大家好，我是你的朋友 Norman， 我们又见面了。随着最近美国和加拿大不断加息和缩表，股票市场可以说是哀鸿遍野，很多人都在各个平台开始晒出自己炒股亏了多少钱的截图。多伦多的房地产市场似乎也不怎么景气，裸泳房在跳水，核心区域的房产也不怎么涨了。可是我们把钱放在银行里，等着通货膨胀让钱慢慢缩水，也不是个办法呀。这可咋整啊？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在加息的压力下，我们应该如何抗通胀，供大家参考。这期内容制作非常不易，相信跟屏幕前的很多朋友观点是不一致的。大家有什么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都这么不容易了，帮我点个免费的赞，关注一波呗，谢谢啊。最近为什么加拿大和美国政府都在不断加息呢？答案是为了抑制通胀。利息上来了，人们的借贷成本和消费成本就都上去了，人们会选择更少的借贷和更少的消费，对社会中消费品的需求减少，通胀也就会随之下来。这就是加息最大的逻辑。加息的另外一个前提是目前的经济环境其实是不错的，就业率也比较高，失业率来到了接近历史最低值，所以加拿大和美国的政府是有底气用加息来抑制通胀的。加拿大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25年最高，来到了 7.7%， 不过比欧盟平均的 8.8% 和美国的 8.6% 还是稍微温和一些的。在高通胀的压力下，各种原材料的价格快速上涨，人工成本也在涨，所以我们手里的钱的购买力是在不断贬值的。相信大家去超市看一看自己的账单，或者去加油站看一看油价，也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这个感觉。怎么应对现在的高通胀、高利息的环境呢？我其实更看重的是如何在高通胀、高利息的环境下做好自己的风险控制和投资战术的调整。我们基本上在任何时间都只有3个选择，分别是1. 持有现金， 2. 买股票， 3. 买房子。先来说一说第一种方案，持有现金。这样做风险是最小的，但是基本上是100%的亏损，亏损的幅度就是通胀的比例。对于持有房产投资的人来说，持有一定的现金是至关重要的，可以用来应对空置和负现金流。相比之下，持有现金其实可以被等价代换成持有 line of credit， 尤其是自住房的 line of credit。 毕竟 line of credit 的持有成本是比较低的，你不用就没有利息成本。我最近一次给我的10套房俱乐部成员的建议是，你每持有一套投资房就应该持有2万的现金或者等额的 line of credit 作为风险准备金。贷款没到期的房子涨利息的压力其实是不大的，因为涨利息并不会直接影响到你每个月的月供收入。再加上现在的环境下房租上涨速度比较快，实际上对已经买了房子贷款没到期的人来说，现金流下一步有进一步改观的可能性。我们主要需要应对的风险实际上是贷款需要续约这么一个问题，因为续约之后你的贷款月供要按新的利息重新计算，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有一定的存款准备。如果实在是还不上的话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对贷款展期
把它重新变成25年或者30年的贷款，来降低月供，实现现金流的平衡。第二个方案，买股票。我是一个很听话的人，本着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的原则，我买啥卖啥股票，基本上都是听 Scotia McLeod 一个基金经理的推荐做的。我们是2012年在多大图书馆学 CFA 的时候认识的。买股票，尤其是大盘，不是个股，它的逻辑其实并不复杂。如果整个市场利息低放水，那么大概率股票就会涨；如果整个市场加息缩表，那么大概率就会跌。我最近2年买股票的操作，就是在2020年末听基金经理的话，买了 XQQ， 这是 Nasdaq 的指数基金，买在了101块钱。今年初听基金经理的话卖掉了，卖在了差不多117，目前是空仓的状态。我个人感觉现阶段的股票也是不能碰的，需要等加息和缩表基本结束才能再开始考虑。股票市场对资金成本的反应过于敏感、强烈以及快速，在依然有加息和缩表风险的前提下，股票下跌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买股票来抗通胀其实不是特别靠谱，甚至有可能折本。我个人会继续保持空仓，注意这不是投资建议啊，只是我个人怎么做，错过1个亿不要怪我。第3个方案，买房子。小红书上有很多人觉得房价会暴跌，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这其中的大部分人实际上是还没有买房子的人，少部分人呢是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情绪接到卖房生意的房产经纪人。有的博主已经声称房价会跌到2027年了，对于这样的判断我是不理解的，为什么不是2025年或者2030年呢？精准计时，你第1名。这边给大家找了一个 GTA 房价5月和2月的对比图，大家可以看到整体上是在跌的，裸用房区域跌得尤其猛，基本上在跳水。这样的房子呢，什么时候都不能碰，早晚会跌。我们如果看一下核心区域多伦多，其实还是实现了5%到6%的逆势涨幅的，充分体现出了它的核心区的价值。在我看来，虽然不能保证一定可以跑赢通胀，但是在高利息高通胀的环境下，持有房产一定是比持有现金或者股票更优的解决方案。我对房价的判断是，多伦多的房价不存在大幅度整体跳水的风险。更具体一点呢，裸用房可能会跳水，但是核心区的房子是整体看平的。为什么我看不到房地产市场大幅度跳水的风险？这是因为刨除掉短期的金融因素，多伦多的房子中长期来看是严重不足的。我之前列举过，加拿大是整个这期所有国家中人均拥有住房数量最少的国家，而多伦多又是加拿大所有城市中人均拥有住房数量最少的城市。无论金融因素如何短期影响房价，中长期加拿大和多伦多房屋供给不足的问题一直存在，甚至会愈演愈烈。一方面，加拿大张开双臂欢迎更多的移民，人口数量是在不断快速增加的。另一方面，开发商建房的速度可以说是被各种政策打压的不要不要的。Inclusionary zoning 要求开发商捐5%到10%的房子做廉租房，这让开发商的成本上升了5%到10%。建筑材料的价格随着通货膨胀在暴涨，建商的建筑成本快速上升。利息的上涨呢，又让开发商的建筑贷款压力巨大，开发项目的 operational cost 也随之上升。结果就是大家在朋友圈看到的新开盘的楼花数量明显下降，真正开盘的大部分也是垃圾。当你看到一些博主做了光鲜亮丽的视频，介绍一个房子多么多么好，但是只字不提一个楼花项目中最大的问题，贵，这种时候你一定要躲着。当趟2000亿尺的楼花项目真的是垃圾，真的别买。你买了就是给多伦多做贡献，留下 GDP 让开发商和政府带走利润。巨量减少的开盘数量会在未来加速反映到住房短缺这么一个问题上，房价未来依然是长期看涨的。如果真的要买楼花，记得一定要买 Norman Approved 的楼花，看到好的我会推荐给大家的。相比之下，买现房大概率是更好的选择。
这边跟大家来算个账，我找了一套 Vaughan Metropolitan Center 买房的案例和租房的案例来做个对比。我的计算中是按对租赁更加有利的算法，对买房更加不利和保守的算法计算的。这样一个房子如果可以租到2200，买下来会变成什么情况呢？如果我们保守的估价62万5，按80%贷款，3.25%的利息，30年的 amortization， 每年租金收益可以有2300，每个月的付现金流629块钱，这样的租金收益率只有 1.67%。如果我们按 65% 的贷款来买，年租金收益可以达到5356，收益率大概是 2.3%， 看起来并不高啊，但是这个收益其实是很稳的。如果我们把租金提高到2400，按 65% 贷款来买，现金流基本上就打平了，这样持有的风险是非常低的，租金收益也可以提高到 3.34%。这个收益虽然还是不一定可以立刻赶得上通胀，依然比持有现金零收益或者持有股票可能跌要好得多。现阶段的租金水平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这边我也给大家找了一个图，大家可以看到租金的最高点依然是2019年年中的情况，现在距离2019年中最高点依然还有 10% 左右的涨幅空间。不过今年跟去年同期比，房租已经报复性上涨了大约 20% 了。所以我判断上面那个租2200的房子，到今年8月份是很有可能租到2400左右的。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拭目以待。具体的操作中，不同的人群应该怎么做呢？大原则是，自住房能买就尽量不要租，投资呢，杠杆不要拉得太大，一定要做到买得起拿得住。先来聊聊自住房买家。目前租房子的人，如果你有能力购买自住房，现在真的是很不错的购买时机。对于没有自住房的人来说，买房子我们不应该只考虑它能赚多少钱，还要考虑它的避险属性。买房子是可以降低大家的财务风险的，因为可以把相对风险更高的剧烈变动的租金风险调整成相对较低的不太剧烈变动的房贷月供风险。当然，如果你暂时买不了房子，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租2018年11月15日以前首次入住的旧房。这些房子租金是不可以暴涨的，他们有租金管制，每年只能涨 1% 到 2%。在不搬家的情况下，你的房屋暴涨风险没有那么大。除了风险下降，买自住房还是有一些收益的。保守的算，如果你把刚才那套现在可以租2200， 8月份很有可能能租2400的房子买下来，还是可以有 2.5% 到 3% 的税后收益的，因为它替换掉的是你的税后租金支出。虽然收益没有那么高，但是这个收益还是很稳的，有比没有强。另外一种情况是自住房升级小换大的朋友们，如果经历过年初抢房抢不上的窘境，你就会发现现在的市场环境对买自住房的玩家是多么的友好。跟2月份高点比，虽然整体房价有所下跌，但是小的跌得少，大的跌得多。如果小房子跌了 8%， 大房子跌了 15%， 实际上对卖小换大的玩家来说依然是实现了一波套利的。而且你买的新的房子选择也是比较多的，在财务状况允许的情况下，想要小换大的朋友们，推荐大家能换抓紧换。有一些情况你还可以把现在房子的贷款 port 到新的房子上，让自己已经有的贷款利率继续延续下去。再来聊聊投资房，我个人是一直在看和买投资房的，并没有停下这个脚步。由于持有物业比较多，再加上涨了2波利息，我的战术从 20% 首付买房调整成了 35% 首付来买房。这样做现金流会更加理想，中长期持有物业的风险也会下降。我觉得所有有5套或者以上房产的朋友都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稍微放慢脚步。具体买哪些房子呢？我依然推荐大家买核心区域新的经济适用房，这些房子也是整体租售比比较好的房子，千万不要买裸泳房。裸泳房就是退潮的时候快速下跌的房子。具体有哪些，我专门做了一期视频讲解。这些房子不兴贷兴卖，欢迎大家一步去看一下。在利率历史新低的时期，高杠杆快速买房是最正确的操作，早买早赚。
所以在2021年，如果你跟随我的节奏买下来了房子，到现在是非常安全的，月供并没有暴涨的风险，而租金很可能已经涨了20%了，现金流有变好的趋势。接下来再买，持有多套房的买家依然按20%的首付快速购买，将不再匹配当前的风险环境。接下来一定要把握的原则是买得起拿得住，尽量让自己的现金流不要太差。35%的首付可以比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基本上可以让自己的现金流打平。这样持有这个物业，即使租金和房价都不上涨，持有30年依然可以还清所有贷款，约等于强制储蓄了，而且风险是很低的。最后来说说裸永房，裸永房租售比一般都非常的差，我见过在加息前 1.8% 利息就可以做到负现金流5000块钱一个月的裸永房。持有这样的物业，在不加息的环境下已然风险很大了，到现在利息在上涨的环境中，你的风险会进一步加大。如果你的贷款不是固定利息，那么下一步利息继续上涨，你的可负担性是有爆仓的风险。对于裸永房的持有者来说，如果你在接下来的加息环境中没有办法做到买得起拿得住，那么我还是推荐大家要尽快割肉离场的。裸永房在未来加息的环境下依然有比较大的跌幅空间，苦熬着也不是一个办法，不推荐长期持有，建议割肉离场。好，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我是准备继续通过减低杠杆购买房产来抗通胀的，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是怎么考虑的呢？欢迎留言告诉我。感谢大家的点赞、关注、评论、转发，毕竟转发了你就赚发了。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我们下期见。